它不只把地图做大，也让地图里的每个地方看起来都像真的有人活过。人家讨厌被切割内容，他就给出厚实的资料片。那一刻 Cyberpunk 2077已经不只是一款游戏 ，bug、崩溃、AI 问题和各种奇怪画面，让社群瞬间充满迷因和怒火。大家好，我是阿梅。最近看到一个游戏新闻，巫师3狂猎竟然又要推出全新的 DLC。没错，就是那个2015年上市的巫师3。这次的 DLC 叫旧时曲，官方页面目前写的是2027年推出，也就是说距离血与酒之后9年。看到这个新闻，我想到的是当年巫师3刚上市的时候，有派人来巴哈姆特直播，那时候阿美也有在直播现场。当时我对这间公司的理解大概也就停留在这家公司好像做过巫师2、王国刺客， Steam 很常特价，我好像也有买，可以看我的游玩时数就知道，其实根本没有破完。那时候的我还没有真的理解为什么后来会有这么多玩家把 CD Projekt Red 这家公司捧得这么高。直到很多年后电狱判客2077上市，那时候我对它的第一印象其实也很单纯，哇，这游戏显卡要求也太夸张，甚至会有一种感觉是不是又是一款为了卖显卡才推出的游戏。当然这是玩家角度的吐槽，不是真的说 CDPR 做游戏是为了帮显卡厂卖货，但你不能否认当年的2077声量真的大到很夸张，基努里维各种联名各种宣传，它已经不只是游戏圈的新闻，而是某种流行文化事件。有在游戏圈的各位应该都知道，后来它翻车了，而且翻得非常大。游戏上市后，玩家迎来的不是梦想中的夜城，而是一堆 bug 效能问题，尤其在上一代主机上落差更明显。 Sony 后来甚至一度把 Cyberpunk 2077从 PlayStation Store 下架并提供退款，这在 3A 游戏史上非常罕见。可奇妙的是，这间公司没有就这样消失， Cyberpunk 2077后来靠着更新动画边缘行者 2.0 版本和自由幻局，又慢慢把口碑拉回来。而现在巫师3又准备推出旧时曲，所以今天我想借这次机会带大家重新认识 CD Projekt Red 这间公司。它是一间从波兰市集一路走到世界 3A 舞台的公司。它曾经被玩家叫做波兰蠢驴，因为在很多玩家心里 CDPR 曾经代表一种理想，游戏公司可以不把玩家当提款机，单机 RPG 可以不用妥协，只要你够用心，玩家真的会愿意支持你。后来电狱判客2077也让我们看到另一面，当一家公司被玩家捧上神坛，它能不能承受神坛上肩负的重量？一间波兰游戏公司如何从正版梦开始做出巫师3，跌进夜城的风暴，又慢慢爬回来，像 V 一样一路走到最终结局浴火重生。这是 CDPR 的故事。CD Projekt 的故事要从1990年代的波兰说起。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冷战刚结束不久，波兰正在从过去的体制走向市场经济。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西方电影、音乐、电脑游戏突然像潮水一样涌进来。但问题是，想玩正版游戏非常困难，不是只有贵而已，通路不完整，且语言不熟悉。所以很多玩家接触游戏的方式反而不走进干净明亮的游戏店，而是去市集里翻光碟，问摊贩有没有最新游戏。CD Projekt 的2位创办人 Marcin Iwicki 和 Majka Kasiski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他们年轻时常在华沙 GR Zaborska 街的电脑市集交易从国外带进来的游戏。1994年 CD Projekt 的前身成立，最早的业务就是从美国进口 CD-ROM 软体，这点很重要，因为 CD Projekt 一开始学会的是怎么理解玩家。他们知道玩家不是不想支持正版，很多时候是正版没有给玩家足够好的理由。如果正版又贵又难买，又没有在地化，玩家自然会选择比较容易取得的版本。所以 CD Projekt 早期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把游戏拿来卖，也同时思考要怎么让正版变成一种更好的体验。1999年，他们为《博德之门》做了完整波兰语在地化。这款游戏第一天卖出 1.8 万套，最后销量超过10万套，证明波兰玩家愿意为高品质正版游戏付钱。这对 CD Projekt 来说不只是一次成功，它像是一个讯号，原来玩家愿意支持正版，
前提是你真的让他们觉得这个版本是为我准备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 CD Projekt 的品牌形象会一直和玩家友善绑在一起。它卖的不是单纯的游戏，它卖的是一种信任感，一种我理解你，所以我愿意多做一点的信任感。但一间发行商想要长大，终究会遇到一个问题，如果你一直卖别人的游戏，那你自己的作品呢？2002年 CD Projekt Red 的成立，也就是这一刻，这群原本卖游戏的人开始走向另一条更危险的路，他们要自己做游戏。今天我们回头看 CDPR， 会觉得它好像天生就是一家会做游戏的公司，但2002年的它远远不是什么传奇工作室，它更像是一群懂玩家、懂发行、懂市场，但还没有真正做过大型游戏的人突然决定，好，我们要自己做一款游戏，就像老板一拍脑袋画出来的大饼。就像你原本是餐厅老板，知道客人喜欢吃什么，也知道服务要怎么做，结果有一天你说，我不只要开餐厅，我要自己种菜、养牛、盖厨房，然后做出一间米其林餐厅。这就是 CDPR 当时面对的状况，他们需要一个故事。最后他们选择了波兰作家安杰·萨普考斯基的奇幻小说《猎魔士》。《猎魔士》在波兰和东欧有文化根基，它不是那种善恶分明的童话，它的世界更接近现实。主角杰洛特是一名猎魔士，他被训练来杀怪物，但在这个世界里，怪物不一定最可怕，人也不一定比较高尚。这种灰色道德非常适合做成游戏，因为游戏最迷人的地方是你做选择的时候，你救了一个人，可能害了另一群人，你做了一个看似正义的决定，几个小时后才发现它带来了你没想到的代价。但当时猎魔士在全球市场并不像魔戒那样家喻户晓，对很多西方玩家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东欧奇幻世界，而 CDPR 又是一间新工作室，没有大公司资源和成熟的开发经验。2007年，第一代 The Witcher 上市。今天回头看第一代巫师，其实有很多粗糙的地方，战斗系统不算优雅，节奏有点奇怪，画面也不是那个时代最顶尖，但它有别的游戏所没有的优势，你能感觉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讨好玩家而存在的，它混乱，偏见很多，很多任务也没有完美答案，这让一些玩家开始注意到这间波兰工作室好像真的有点不一样。他们发现玩家可以接受不舒服的选择，接受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这种信念会在接下来几年慢慢成长，直到有一天它开花结果。那款游戏叫做《巫师3：狂猎》。2015年，《巫师3》上市。如果说第一代巫师让玩家注意到 CDPR， 第二代巫师让玩家开始认真看待它，那么《巫师3》就是把这间公司直接推上世界舞台的作品。这款游戏让很多人第一次感觉到，原来开放世界 RPG 可以这样做。它不只把地图做大，也让地图里的每个地方看起来都像真的有人活过。你走进一个村庄，不只是接任务、拿奖励，你会听见村民抱怨战争，你会看到穷人、贵族和怪物共享同一片土地，你会发现所谓的支线任务常常比很多游戏的主线还让人难忘。巫师3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它让玩家相信这个世界里每个选择都有重量，你可能只是接了一个不起眼的委托，但几个小时后你会发现那个选择背后藏着错综复杂的阴谋与正反两面影响。很多玩家就是在那时候开始把 CDPR 当成一间懂玩家的公司。更重要的是 CDPR 在商业策略上也加深了这种印象。巫师3推出后有免费 DLC， 也有2个大型资料片，石之心和血与酒。对玩家来说，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很强烈的品牌叙事。这家公司不只是会做游戏，他好像也知道玩家讨厌什么。玩家讨厌被切割内容，他就给出厚实的资料片；玩家讨厌麻烦的 DRM， 他就透过 GOG 维持 DRM Free 的品牌理念。玩家觉得大型单机游戏正在被忽视，他就用巫师3证明这种游戏不止还有市场，而且可以成为年度代表作。巫师3累计销量已经超过6000万套，而整个巫师系列累计销量超过8500万套。这些数字也说明巫师3不只是玩家圈口碑作品，而是真正的全球商业成功。于是 CDPR 的形象慢慢变成一种神话，它成了玩家心中那种站在我们这边的公司。但这种神话也会带来另一种危险，因为当玩家太相信你
每句承诺都会变得更沉重。当你过去做对太多事，观众会开始相信你下一次也一定会做对。所以当 CDPR 的下一个计划出现时，期待很快就不再只是期待，它变成了一种信仰。而那个计划就是 Cyberpunk 2077。其实 Cyberpunk 2077不是在巫师3成功后才突然出现的点子， CDPR 早在2012年就公开了这个计划。它改编自桌上角色扮演系统 Cyberpunk 2020，而且从概念阶段就很有吸引力。如果做出巫师的那群人去做一个赛博朋克世界，会发生什么事？这个问题让玩家等了很多年。在那段等待里， CDPR 的声望越来越高，巫师3成功， GOG 的 DRM Free 理念继续巩固 PC 玩家对它的好感。而 Cyberpunk 2077的每一次曝光都像是在帮游戏添加柴火，尤其是2019年E3基努里维登场那一刻， Cyberpunk 2077已经不只是一款游戏，它变成了一场大型集体想象。玩家想象它会是下一个巫师3，媒体想象它会重新定义开放世界，投资人想象它会成为 CDPR 的下一根支柱。而对像我这种一般玩家来说，让我感觉像某种神秘团体。游戏展、预告片、各种联名商品，你会有一种感觉，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游戏发售，这是一场大型娱乐事件。可是问题也在这里，大家期待的邺城太大了，它不只要是一款好游戏，它要承受巫师3之后所有玩家对 CDPR 的信任，它要在 PC、PS4、Xbox One 甚至新世代主机过渡期里同时存在，它要满足行销影片里那个看起来会呼吸的未来都市，它也要满足玩家对角色扮演、任务、系统、自由度的所有想象。但游戏开发不是魔法，一款大型 3A 游戏不是靠信仰加持就能完成。泡泡吹得愈大，总有破掉的一天。2020年12月 Cyberpunk 2077正式上市。一开始首发玩家购买眼睛都不眨一下，也传来各种首发捷报。但现在玩家记得的往往不是那个销售数字，而是上市那一刻的落差。在高阶 PC 上，很多玩家仍然能看到邺城的美术、气氛和任务潜力，但在上一代主机上，效能不稳，画面表现落差大， bug 崩溃， AI 问题和各种奇怪画面，让社群瞬间充满迷因和怒火。Sony 后来把游戏从 PlayStation Store 移除，并提供退款。这次下架事件也成为 CDPR 的信任危机。这一刻 CDPR 面对的不单是技术问题，还有玩家赋予的信任。因为玩家付钱的那一天，买的不是3年后的承诺，是当下的产品。你可以说这款游戏有潜力，你也可以说里面有好故事、好角色、好美术。但对很多玩家来说，上市时的体验就是他们和这家公司之间的第一次裂痕，而那道裂痕不是一个更新档就能补起来的。Cyberpunk 2077上市后， CDPR 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保持初衷，站在玩家这边，还是因为股东压力而硬着把游戏上市。接下来的几年 CDPR 选择保持初衷，它不是一夜之间变好，而是经历了很多更新修正，还有一段很漫长的声誉重建。但真正让很多玩家重新回头看的关键，不只是一次更新，还有 Cyberpunk Edge Runners 这部动画和游戏老实说没有任何关系，就像 Java 和 JavaScript 一样，但它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它让玩家重新对邺城产生感情。玩家开始想回去看看那座城市，开始想重新理解那个世界。到了2023年 Cyberpunk 2077迎来更关键的一步， 2.0 更新和资料片自由换局。 2.0 更新几乎重建了游戏的许多核心系统，很多地方都被重新调整。自由换局则像是 CDPR 对玩家说，这一次我们想用一个真正完成度够高的内容重新证明自己。它不是把过去全部洗白，却是让很多玩家看见 CDPR 仍然有做出好 RPG 内容的能力。后来的销售资料也显示， Cyberpunk 2077和自由换局的强劲销售推动 CDPR 年度获利成长。资料中也提到， Cyberpunk 2077到2023年底已售出超过2500万套，自由换局售出500万套。可是 CDPR 不是单纯的良心公司，也不是单纯的翻车公司，它是一间真正走进全球 3A 游戏产业核心的公司。而那个位置充满诱惑，也充满代价。你要做更大的游戏，你要满足更多平台，你要管理更庞大的团队，你要对投资人负责，也要对玩家负责，
要在不确定的技术、变动的市场和越来越高的期待里，做出一个又一个选择。CDPR 曾经用巫师3证明，一间来自波兰的工作室也可以做出世界级作品。但 Cyberpunk 2077也证明，当你成为巨人，你就不能再用小公司的浪漫来掩盖巨人的责任。所以 CDPR 到底是一间什么样的公司？或许是一间曾经抱有理想，也因理想而膨胀，最后跌倒再次爬起的游戏公司。CDPR 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一路上都和信任绑在一起。早期，他相信只要把正版体验做好。巫师3时期，玩家相信它是一间懂自己的公司。Cyberpunk 2077上市时，这份信任被严重伤害。后来的修复像是一场漫长的补课，不是补一个 bug， 而是补一家公司和玩家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当我看到巫师3又要推出旧诗曲的时候，心情其实有点复杂。一方面会觉得，哇，这么多年了，杰洛特竟然还要回来。另一方面也会想 CDPR 这次会怎么面对玩家的期待，因为现在的玩家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看预告片就全心相信的玩家了。我们看过巫师3的高峰，也看过 Cyberpunk 2077的翻车，我们知道这家公司有能力做出很棒的东西，但我们也知道再大的理想都需要足够诚实的开发现实来支撑，所以玩家不该需要神，公司也不该把自己包装成神。真正健康的关系不是盲目信仰，喜欢但不放弃要求，愿意给第二次机会，但也记得第一次为什么受伤。我们可以感谢 CDPR 带来巫师3，可以承认 Cyberpunk 2077后来确实变成了一款更完整、更值得回去看的游戏。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要求它下一次更诚实、更尊重玩家。这就是 CDPR 的故事最值得留下的地方。它曾经让我们相信，一间从华沙市集起家的波兰公司可以用一把银剑砍出自己的道路，也让我们看见，当一家公司走进霓虹灯最亮的城市，如果忘了脚下的路，走过来的初衷。下一次当 CDPR 再次向玩家许下一个宏大的承诺时，我们也许还是会期待，但这一次我们会更仔细地观察，这次 CDPR 是否还是当年不忘初心的那个波兰小公司。你是否也曾喜爱 CDPR 却又被它伤害过？欢迎在底下留言你对 CDPR 的看法。我是阿梅，我们下次见。